你好，我是熬夜。那近期呢，Nebius 呢，自从我们投资以来呢，已经暴涨了3倍之多。以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是要落袋为安把它给卖掉呢，还是要继续持有，让它持续的增长？所以今天的影片呢，我就会和你来分享一下有关于 Nebius 最新的一个财报的状况，还包括呢它的一些业务上面的一些看法，以及我的一些操作，还包括估值的一个情况，都会和大家来做这个分享的。那最后呢，也会和你分享近期的一些股市的一个投资机会。来，那我们话不多说，马上来开始。但是呢，记得今天所有的内容纯属我的个人观点，并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或者是股票推荐。投资有风险，入场要谨慎。那我们话不多说，马上来开始。来，那 Nebius 这家公司呢，其实我们在去年应该1、2年前都已经有分享过了，都有分享好几支这个影片在讲这家公司和大家关注的。那目前的一个情况呢，也已经增长了蛮多了，所以可以看得到目前最大的一个增长，我们这个买入价已经增长300多%了，然后其他的都是有超过倍增的，所以呢，这一个增长算蛮强劲的然后呢，现在呢，它的最新的财报出炉了嘛？那出炉当天呢，也是有再涨了一个15%是很强的一个增长。那我们可以看得到，目前呢，它的这一个市值呢是53个 billion 然后它的业绩呢，在过往的这个几年呢都是翻倍的从90多个 M， 然后去到了500多 M， 然后现在呢，就是预计今年呢将会直接冲到3个 billion 这样子的一个水平。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超级增长的一家公司。那我预计呢，这分析师还是非常的乐观预计就是2027年呢，业绩也会再翻多2倍，然后2028年呢，又会再翻多1倍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去。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有业绩支撑它的股价持续增长的一家公司。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最新的这个财报的这个状况。那基本上呢，它所讲的东西都是它有拿到的这些电力的这个合约然后它的这个数据中心呢建立的非常的这个顺利。2025年底呢，它的这个100这个 megawatt 的这个点站呢只有1个而已，那现在呢已经去到了7个，所以呢之前呢它是主要聚集在这一个欧洲的这些地方，那现在呢它已经进入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市场，而且进度呢是非常的快的，所以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让它的这个股价呢和这个业绩呢都持续在增长。那其中2个最主要的这个原因我觉得就是这个 Meta 它就是有跟它就是买那个算力，所以你可以看到 Meta 呢27个 billion 的这个算力，还有之前呢我们在之前的这个分享 Nebius 的影片也是有提到，微软也是把那个订单呢就是砸向了这个Nebius 这家公司，所以呢它目前呢大部分的这个业绩呢都是这些巨头贡献的，所以呢从这一个方面来看，其实它有一个潜在的这个风险就是如果这些巨头他们的这个算力没有给他们带来营收，他们可能就会放缓这个开支了特别是这个 Meta 这家公司，因为 Meta 其实它目前的这个算力主要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怎样去做这个变现的它目前的算力主要还是用于它的这个演算法它的这个广告的这个推荐不过的确这个 AI 时代给它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契机就是目前呢，短视频的时代，它可以用 AI 很深度的去理解那一个用户的这些行为，然后呢，精准的透过 AI 的这些方式呢，去推荐这些用户精准的这些广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目前呢广告来看的话 ，Meta 是最强的，比起谷歌的广告还来得更强，比起 YouTube 的广告来得更强，就是因为有短视频的这个关系，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社交属性。那谷歌呢，它比较缺乏这个社交属性，在这个 AI 的这个时代之下呢，大家用 AI 去问多过于用这个搜索去问，所以在这个广告层面，谷歌的确是比较逊色一点的那当然Meta 花那么多钱呢，只拿来做回原本的自己的业务。感觉很像说不过去这样子，所以呢，目前呢，这个 Meta 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就是也是对于 Nebius 来说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风险这样子。那当然呢 ，Nebius 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因为它很厉害做这个垂直的这个整合的一个服务，让这些巨头呢，让这些大公司愿意把那个订单呢，就是向他买，而不是向其他的 Covi 等等其他的这些公司因为它会做一些整合，比如说他收购了这家公司 iGen AI 那这家公司呢就被英伟达评选为第1名，这个 GPT 吞吐量呢可以降低成本的最佳的一家公司，然后又有这个 Clarify AI， 那这个是就是优化它的这个推理的，所以呢过往呢这些巨头他们买他们的这个算力呢，只是用来去训练他们的这些
AI 模型。那现在呢，这个 Nebius 也是非常积极的，要做转型。不只是要做这个训练的，我要做推理，因为未来呢都是一个推理是比较可以持续性的一个业务来的，所以他开始有收购这家公司这样子。Alright， 所以呢，总结来说，增长非常的强劲。那这些数据我就不特别多说，更多的是想要和大家分享它的这个目前的这个营收的一个结构。那目前呢，98%的这个营收呢，都是来自于这些巨头。OK， 微软，然后那个这个 Meta 等等的，所以它的那个风险就是在于他们的资本支出，他们资本支出一降 ，OK， 马上跑人了。好，那第二个呢，它也有一个潜力 ，OK， 它有一个潜力，那这个潜力呢，就是这个 Dologa 是我看好的。那 Dologa 呢，它其实就是数据标签的这个业务来的 ，OK， 那数据标签的业务为什么我会看好呢？就是因为有一家公司叫做 Innodata， 那 Innodata 这家公司就用人工去标签那个数据，然后呢给 AI 去做那个训练的。那为什么这个业务呢很重要，而且有很好的这个好处呢？就是因为你要让那 AI 去跑，你要去让 AI 变得更聪明，最终还是要服务于人类。那人类的这个理解，那你最终还是要有那个真的那个人去标签那个行为、那个图片、那个资料啊。所以呢，这个业务呢，它会持续下去的啊。就像那个 Innodata， 之前我看不明白，我没有去投资，然后觉得这标签都是非常人工的一个东西，那最终是不是会被 AI 取代掉？那后来我有另外一个想法说，其实相反的，反而是比较难被 AI 取代掉。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你最终要做更强的这个 AI， 你最终就是服务于人类。那人类呢，最终还是可以以这样子的一个人理解的这个方式去喂给那个 AI 去做这个标签。结果那个 Innodata 它近期也是有出财报，它股价直接涨了40多个%。那时候它股价涨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启发和理解，所以就特别和大家做这个分享。Anyway， 那从我们的这个就是工具 AI 的这个价值投资 AI 的这个助理，他也是有可以直接帮我们分析。如果你今天呢，你想要去分析一家公司的这个财报啊、近期的这个公司的护城河等等，那都是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AI.betterleaf.co 的，直接问他这家公司它的分布、它的等等的护城河，你都可以跟他聊天，他都会跟着用我们的这个框架呢来去分析这家公司，然后呢给你去看一下这个投资的这个角度，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它的风险在哪里 ？Right， 好。那讲到来这边呢，我们来看最主要是估值啊，要不要卖？我们看这个估值到底还能不能够增长，到底现在贵不贵？好，那我们从这个估值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因为它目前呢还是在就是亏损高速增长当中嘛，所以呢你就只能够用 PS 的这一个估值来去给它做这个定价。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基于它70多个%，接下来5年的年复增长。这种非常高增长的一个预期之下呢，那它的这个未来的这个 PS 是15，然后5点多，然后到2030年是6点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从这个平均值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的这个PS 呢是落在于5.67的这一个水平的。OK， 所以如果5.67的水平，那如果我给它一个就是高增长的一家公司的一个 PS 差不多10多这样子而已，那你可以看到这个 Shopify 啊、板蓝铁等等，他们的这个 PS 呢都是超过40到80的这个水平的，所以这家公司就给它18亿，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潜在价值空间的 ，OK， 还是有一个潜在价值空间的。所以你问我会不会把它平仓掉的话，那我目前的话，我可能会把它就是平仓掉，可能20%、30%的这个盈利。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去做这个操作呢？主要是因为呢。这是因为它的这个估值呢，目前是基于高增长的一个预期。那假设Meta 它开始放缓，或者是其他微软他们的这个资本支出开始放缓的话，那对于这家公司呢是有一定的这个打击的。OK， 所以呢，目前呢趁这个市场情绪也高涨，反正对于我来说，我已经盈利了好几倍，所以我结算一点完全没有差。那剩下的根本就是我的那一个我已经拿回我的那个本金了。所以它之后呢要涨要跌，那都已经对我来说是没有太大的这个影响了。OK， 剩下的就继续让它的这个跑，因为呢它还是有蛮大的这个潜在价值空间的。好，那第二个重点就和大家分享一下目前这个股市的情况下能不能够继续再投资。那上一个影片我已经和大家分享过了，就是美联储它已经在就是扩表当中了。所以扩表当中对于整个股市都是蛮利好的。然后呢，第二个利好的这个原因就是上个月呢这些巨头他们都发布他们的这个财报了，所以他们的财报完全是Good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财报全部都超出预期，而且他们的预期他们的增长都是强的，都是15
到20% 这样子的一个增长。谷歌、这个苹果、脸书、亚马逊等等，他们的增长都是超强的。OK，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财报超值预期、增长又超强的情况下，那其实对于下半年的这个美股的这个市场呢是比较是利好的。Right， 那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这个整体的估值的情况。那整体的标普500的这个估值呢，从我们的这个平均值来去看的话，它是25.8，那是稍微中等稍高的一个水平还没有到特别高的一个水平，所以呢，我还是会继续保持一个定投的一个节奏的。那我们再看看其他的这些公司他们的这个估值的一个状况，那都是介于20多到30的这个水平，我觉得算是一个中等也是中等稍高的一个水平吧。那主要呢还是看他们还是非常高的一个增长，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个英伟达，上个季度它的财报70多个%的增长，谷歌20多个%增长，苹果16个%，微软18%，亚马逊18%，然后呢这个Broadcom 29%，然后这 Meta 33，OK， 然后台积电35%，所以呢。在这样的巨头，他们都是非常高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情况下呢，其实那些小公司呢，如果没有就没有超过20% 的这个增长，你就不值得去看他们，就不要再看他们了，因为这巨头的涨量多，他们的护城的那么高，你要去看他们，那就才浪费时间了。OK， 好，那这个主要就是目前股市的一个状况，但是还有一个短期的风险要特别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新的这个美联储的主席上任就是这个 Kevin Walsh， 所以 Kevin Walsh 呢5月中旬的时候上岗嘛，差不多应该要上岗了。OK， 那我觉得可能会有这个短期的这个风险，那因为呢他的这个政策是比较不一样的。那这个 Kevin Walsh 呢，他是不喜欢 QE 的，不喜欢扩表的。但是现在呢，其实这个美联储已经有在稍微慢慢的扩表当中了然后他不喜欢扩表，他如果缩表的话，其实对这个资本的这个流动性呢，会就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压力的因为呢，企业呢它没有办法借到更多的这个贷款，那对于整个经济刺激呢是有影响的所以呢也会就是让这个股市的这个情绪呢受到这个波动。OK， 那当然它是比较推崇这个降息的这个方式。所以呢，长期来看，那对于这个股市呢，或者对这个经济呢，都是非常的利好的。但是短期呢，肯定是会有一点影响的不过呢，我们还是要看他上任之后他的一个政策，他的一个态度是怎样子。那如果他态度就是说，我要降息，然后呢，我可能就会就是偷偷的缩表之类的，那可能短期呢就会有这个波动性的这个风险但是呢，我们也要看这个市场的这个情绪到底呢是更多的关注在降息这边呢，还是更多的是关注在这个缩表的这个层面。如果市场情绪也通常了 ，OK， 通常他们都会优先去关注到底是不是降息先。OK， 如果降息的话，他们短期的就推高这个股市但是就是长期之下呢，如果他又偷偷的那个就是缩表的话，那其实对这个整个金融市场短期也是会有影响的。所以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话，那可能这个市场就会先扬，然后可能在年尾的时候会有一些下跌之类的。那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猜测而已。OK， 所以呢这个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短期的一个状况去看这个美联储的一个情况。不过长期来看，整个美股的这个资本流动性还有这个创新还有业绩的这个角度来看呢，都是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长期持有的。OK， 好，那我们来看看短期的一些布局短期的一些机会。所以我们上个月已经有和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个期权课已经上架了嘛，就是这期权现金流期权大师班。那我们也是有开了一些单子，那已经结算了一些盈利。那可以看到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呢，我们开的这个单子呢已经是超过100% 的这个盈利了。那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单呢已经是获利超过$500多的一个状况了。那都有相关的这个教学，特别和大家做这个分享主要呢就是因为呢目前那一个股市呢是比较火热的，然后呢是特别在这个 AI 的这个板块赛道里面所以呢特别火热的这个情况下呢，交易量也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就会做这个比较激进的一个策略，也就是这个强势股 long call 的一个策略。那不过这边呢也要提醒大家，像这种long call 的这个策略呢，它是一个强势股策略，它的这个风险呢是稍微比较高一点的，它是需要比较有一个强势的一个趋势呢才去做这样的一个策略的。那如果是那种比较慢牛的一些趋势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不会做这个 long call， 那可能就会做这个 debit call 或者是这个credit put 这样子的一个策略了。那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这个期权这个大师班的话，那可以点击下方影片的这个链接，先加入到我们的等候名单。那之后我们在招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这个通知的。OK， 那再来第二个呢，我们也是有在做的另外一个期权策略，就是这个 DRAM。那 DRAM 呢，当时我们做的是有关于 long call 或者是 debit call 的这个策略呢，已经盈利了也是$600
$400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目前还在观察当中。那这边呢也和大家分享投资的角度，怎样去看这个 DRAM。那 DRAM 呢就是内存，那可以看得到内存呢它是一个内存的一个 ETF，OK，那它里面呢就涵盖了这个 SK Hynix， 然后 Samsung， 然后美光，然后SanDisk 等等的这些公司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如果你想要投资内存，你就发现到这个市场资讯很混乱的话，那很像这个DRAM 的这个 ETF 呢，就是我目前有看到新上架的一个 ETF， 是我自己本身也会打算投资一些的一个ETF 来的 ，OK， 好，那因为它才刚上架不久而已，所以呢我们也是趁热打铁呢，就做了一个long call 的一个策略呢，目前已经盈利了很多了 ，alright， 所以呢会观察这是可能就打算要把它给平仓掉，结算这个盈利了，然后之后呢也会就是用投资的方式去投资它一些的 ，right， 好，那最后呢，如果你是我们的期权课的这个学员的话，那记得我们的这个 LiveOcean 这个期权管家的这个 app 呢已经上架了，所以呢它可以协助你呢去研究一些期权的一个策略，还有透过 AI 的这个分析和 AI 的这一个导师的这一个就是对话，让你可以在做这个期权策略上面呢就越做越好，然后呢同时呢也让你的这个学习呢变得更加的强的。那你可以看得到也有这个交易日记，你也可以记录到你自己的这个单子然后呢同时呢也有这个社群实战，那我们的这个期权课的这些其他会员呢可能也会分享他们做的期权的一些单子的，那我们之后也会办一些这一个期权的一些活动。好，那如果你还没有用这个我们的 LiveOcean 期权管家的话，那记得到我们的这个课程社群当中呢就会有相关的这个教学教你怎样去使用的。那最后呢，我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投资发现，也就是这个可能是 HBM 的一个下一层的这个硬件就是这家公司叫做 Everpure， 它的这个股票是 P 的。OK， 那什么是 HBM 呢？ HBM 就是美光他们等等做的嘛。那 HBM 呢，其实它就是放在那个 GPU 的那个芯片AI 芯片的旁边的可能是6粒，OK， 可能是4粒等等的主要的就是可以让AI 快速读取去跑那个 AI 去运算这样子。那他们的这个内存的容量呢，通常都是没有那么多，就很像是我们电脑的 RAM 这样子就不会太多。它的这个高性能这个 HBM 呢是192GB 而已所以呢它只是在这个 AI 在跑的时候，它短暂在那边而已那 AI 跑完之后呢，那个数据呢之后如果要被储存在某一个地方之后再来调用的话，那可能就会用到这个高性能的这个存储，也就是我们所谓电脑的这个硬盘或者是这个 hard disk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当然，那 AI 的时代也是追求快的嘛，快速调取我们的这个 SSD， 快取我们的这个 hard disk 的这个数据，那可能就要用到这个高性能的这个存储了。那这家公司呢就做这个高性能存储，所以呢它就可以存很大量的这个数据在那个数据中心里面。那我是这样子认为的。那随着这个就是 AI 生成做各种各样的这个编程等等，或者企业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数据等等，那数据的这个体量呢因为 AI 的这个情况下呢就会越变越多 OK， 越变越多的情况下呢，那可能也是会利好这一个高性能的这个存储的，因为你最终的数据要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呢你的这个地方你可能也是会区分是高性能的还是比较普通的这个存储。那高性能就代表说它的传输的速度就会是非常的快的 OK， 所以呢就会在重要的一些场景之下呢就会用到这一个高性能的这个存储。所以 Everpure 呢它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一家公司。那目前业绩呢还是比较平缓一点的，在过往几年是增长还蛮强，但是可能那个传导效应还没有传导到它的这个身上目前已经传导到这个 HBM， 那可能接下来的下一层是这个高性能存储也说不定当然这个只是我的一个观察也，所以呢目前呢我是有建一个小小的这个观察仓去看这家公司的这个业绩的一个走向然后呢我整体来看了一下它的这个margin 也是非常的高的，在同行的这个水平里面是非常高的然后呢再来第二个重点是为什么投资它，是因为它目前的市值呢还是比较低的，只有28个 billion 而已，那业绩呢是有3点多个 billion。 那对比起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这个 HBM 的这些内存的这些公司，那他们呢已经是涨得非常的多的，比如说像这个美光来看好了，它的这个市值已经900多个 billion 了 OK， 所以它的这个市值的体量已经非常的大了，所以增长的压力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力的。所以呢目前呢是有小小投资在这一家公司的特别和大家做这个分享。那当然这个并不是一个投资建议，只是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个发现了自己本身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操作而已 right。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想要知道我之后有什么样的这个分析的操作的话，那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这个等候名单。那我们这之后有做任何的这个交易呢，都会在我们的投资课和这一个期权课呢和大家做相关的这个分享的。好，那谢谢大家观赏，那希望呢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对你有满满的这个收获。那有什么样的这个投资相关的这个内容呢想要讨论的话，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谢谢大家，那我们就在课堂里面见喽，拜拜。